话说刘备娶了孙权妹妹，结果发现是个政治婚姻的陷阱，差点回不去荆州。幸好有聪明的孙夫人帮忙，才惊险地逃回了荆州，暂时安定下来。这段惊险的婚姻也为之后的风波埋下了伏笔呢。却说孙夫人虽然跟着刘备回到了荆州，但她心里总觉得不安。她是东吴的人，周围都是刘备的将士，她担心自己哪天会被当成筹码，处境很是尴尬。没想到有一天，孙夫人心一横，觉得自己待在荆州太危险了。她决定带着阿斗悄悄回东吴，想说这样才安全。她没有告诉刘备，只做了自己的决定。孙夫人，荆州终非久留之地，我得带阿斗回吴国才行。话说孙夫人偷偷把行李都准备好，然后轻手轻脚地抱着睡着的阿斗，带着自己的侍卫和侍女，借着夜色掩护，往码头的方向悄悄走去。一切都在秘密进行中。侍女，夫人，都准备好了，趁着夜色，我们这就启程吧。只见码头边早有船只在等着，孙夫人和随从们悄悄上了船。船夫连夜划动船桨，打算趁着天还没亮就离开荆州地界，让这场秘密行动万无一失。船夫，夫人请上船，我们这就启程，务必在天亮前驶离此处。没想到这件事还是被刘备的下属发现了。消息像风一样，很快传到赵云将军的耳朵里，大家都急坏了。毕竟阿斗可是主公刘备唯一的血脉啊！小兵，将军，不好了！孙夫人带着少主阿斗上船，回东吴去了。赵云一听，心里一惊。阿斗可是主公刘备唯一的儿子，要是被带走，主公一定会万分焦急。他立刻跳上马，急匆匆地往江边赶，是要把少主追回来。赵云，什么？快备马！我赵云定要把少主追回来。赵云骑着快马，风驰电掣般来到江边，只见江面上一艘船已经渐行渐远，眼看就要追不上了，他心急如焚。时间紧迫，每一秒都非常关键。赵云，那艘船，快追，别让他们跑了！赵云大声朝船上喊：“船家，快停船！前面船上的人，请立刻停下来！”可是船上的人根本不理会，反而划得更快了，似乎想甩开赵云。赵云，船家，停船！再不停，我可不客气了，后果自负。赵云见状，知道不能再等了，他奋力一跃，跳上一条小渔船，命令船夫加速追赶，然后他自己直接跳上了孙夫人的大船，动作敏捷，身手不凡。赵云，让开！我是来请少主回家的，谁敢阻拦？船上的孙夫人侍卫见状，立刻抽刀围了上来。赵云面不改色，一手持剑，一手指向船舱，气势不凡。他准备好了应战，眼神坚定。侍卫长，大胆！这是孙夫人的船，你竟敢闯入，找死不成？赵云，少废话，交出少主，否则休怪我赵云剑下无情。听到动静，孙夫人抱着阿斗从船舱里走出来，看到赵云威风凛凛地站在船头，她脸色一沉，知道事情麻烦了。她没想到赵云会追得这么快。孙夫人，赵子龙，你为何如此无礼，竟敢追到我的船上放肆？赵云拱手道：“夫人，阿斗是主公刘备的骨肉，夫人带他离开荆州，主公得知后定然万分焦虑，请夫人务必将少主留下。”他的语气充满恳求与坚定。赵云，夫人，少主乃主公血脉，
请您把他交还给我，切莫为难。”孙夫人看着怀里的阿斗，又看看态度坚决的赵云，心里挣扎。他知道赵云忠心耿耿，这次恐怕是铁了心要带走阿斗，自己也很难抗衡。孙夫人，哼，你倒是忠心，可这荆州也非安稳之地，我自有我的考量。最终，孙夫人无奈，只好把阿斗交给了赵云。赵云小心翼翼地抱着阿斗，如释重负，立刻带着他跳下船，回到岸边，快马加鞭返回荆州去了。赵云，多谢夫人体谅，子龙这就带少主回去告辞。赵云抱着阿斗回到荆州，刘备得知阿斗平安归来，简直是喜出望外，对赵云更是赞不绝口。赵云也松了一口气，完成了主公的托付，心中大石落地。刘备，子龙啊，你真是我的救星！阿斗若有闪失，我该如何是好？话说另一边，北方的曹操听闻刘备和孙权在江南有些摩擦，以为有机可乘，又想出兵南下，准备再次攻打荆州。他的野心从未熄灭过。曹操，哼，孙刘内斗，正是吾等南下良机，传令三军准备。孙权收到消息，知道曹操蠢蠢欲动，心想不能让曹操趁火打劫，于是他写了一封信，准备给曹操一个下马威，让他知道江南不是好惹的。孙权，曹操贼心不死，我得让他知道，这江南之地不是他想来就来的。孙权派人快马加鞭，把信送到了曹操的大营。使者恭敬地递上信件，曹操带着几分疑惑，接过信件打开来看。他很好奇孙权会说些什么。使者，启禀丞相，东吴孙将军特此来信一封，请丞相过目。曹操看完信，脸色大变，信上劝他不要轻举妄动，还警告他若敢南下，东吴便会与刘备联手对抗。曹操思虑再三，只好下令全军撤退，暂时打消南下的念头。曹操，孙权这小子，哼，罢了，江南联盟坚固，暂时先撤兵吧。话说刘备大军浩浩荡荡，一路顺利地攻占了几个地方，现在正朝着涪城进发。这涪城是益州的重要门户，如果能拿下，入蜀的路就更宽广了。大家士气高昂，都期待着能早日成功。刘备，军师，涪城地势险要，不知该如何攻取。庞统，主公莫急，统已有计策，可兵不血刃拿下此城。却说这涪城的守将乃是杨怀和高沛两人，他们俩都是刘璋的心腹，自是城池坚固，又有天险可守，根本没把刘备军放在眼里，觉得刘备想打进来是痴心妄想。杨怀，刘备那点人马想攻涪城，真是异想天开。高沛，正是，我们有天险可守，任他如何也进不来。庞统看出了杨怀和高沛的傲慢与轻敌，心中便有了主意。他跟刘备说，这两人虽是刘璋心腹，却十分贪财，只要使个小计，引诱他们出城，就能轻易将他们捉住，然后拿下涪城。庞统，主公，杨高二将贪财，可将计就计，引他们出城。刘备，哦，军师有何妙计？快快说来。庞统的计策就是要派大将魏延假装投降。魏延听到这个任务，
眼睛一亮，拍着胸脯保证说：“军师您放心，我魏延演技一流，保证把那2个傻子骗得团团转。”魏延，军师妙计，我魏延愿做诱饵，保证把他们骗出来。庞统，文长勇武，此计非你莫属，务必小心行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魏延就带领着几十个士兵跑到涪城城下叫阵。他装作万分狼狈的样子，大声喊着要投降，还说刘备对他不好，他实在是受不了了，要来投奔刘璋。魏延，城上的守军听着，我魏延要投奔刘璋，快开城门！士兵，看那人马稀少，像是被打败的样子。城上的杨怀和高沛听到魏延的叫喊，心里泛起了嘀咕。他们觉得这事有点蹊跷，刘备军的大将怎么会突然跑来投降呢？两人互相看了看，都不敢轻易下令开城门。杨怀，高将军，这魏延素来勇莽，怎么会突然来投降？高沛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恐怕是刘备的诡计。魏延见城门迟迟不开，又开始施展他的演技。他指天骂地，哭诉刘备的不是，甚至假装要自杀，说如果刘璋不收留他，他宁愿死在城下。这一番表演让杨怀和高沛渐渐动摇了。魏延，刘备无道，我魏延誓不与其为伍，若不收留，便死于此。高沛，看他哭得真切，莫非真是受了委屈？杨怀和高沛原本就有些贪图刘备军的钱财，又见魏延演得如此逼真，终于动了心。高沛说：“我看他是真心投降，不如开城门放他进来，说不定还能问出刘备军的虚实。”高沛，我看他不像座位，不如开门，问他军中虚实。杨怀，也罢，万一真是来投，倒也能立一功。城门缓缓打开，魏延带着他的败兵被迎进了涪城。杨怀和高沛亲自接待，魏延也演足了戏，一边哭诉一边假装献上财物，说这是刘备军中的一点赃物，希望能换取刘璋的信任。魏延，小将献上薄礼，只求将军们在刘璋面前美言几句。杨怀，魏将军辛苦了，我们会向主公禀报你的忠心。就在杨怀和高沛被魏延骗得团团转的时候，刘备的大军已经悄悄地埋伏在城外。庞统看准时机，一声令下，刘备军如同猛虎出闸，直扑涪城而去，城外立刻喊杀声震天。刘备，军师妙计，众将士随我冲锋，拿下涪城。庞统，正是时候，全军冲锋，莫要放跑一人。杨怀和高沛听见城外杀声，知道中计了，又惊又怒。高沛不顾一切，带着兵马冲出城门，想与刘备军决一死战。他哪里知道，外面早就是天罗地网，等着他自投罗网呢。高沛，可恶，刘备小儿竟敢设下诡计，我与你拼了！杨怀，高将军且慢，恐怕有埋伏。高沛刚冲出城门，还没站稳脚跟，只见一员老将拍马舞刀，正是老当益壮的黄忠。黄忠一刀劈下，高沛措手不及，直接被斩于马下，他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。黄忠，逆贼受死！老夫黄忠在此。士兵，高将军被斩了，快逃啊！杨怀见高沛被斩，吓得肝胆俱裂，正想调转马头逃回城内，没想到迎面而来的却是投降的魏延。
魏延露出狰狞的笑容，一刀结果了杨怀的性命，涪城2大守将就此受首。魏延、杨怀想跑没那么容易，受死吧！杨怀，你不是投降了吗？失去了主将的涪城，顿时群龙无首。刘备大军一涌而入，很快就完全控制了城池。刘备看着被俘的守军和城内百姓，下令安抚，展现仁德，让涪城上下都对他赞誉有加。刘备传我号令，不许扰民，安抚百姓，速开粮仓赈饥。士兵主公仁德，百姓们无不感恩戴德。拿下涪城后，刘备军士气大振。庞统建议刘备应该乘胜追击，直取下一个重要城池洛城。只要拿下洛城，成都便近在眼前，入主西川指日可待了。庞统，主公，此时士气高昂，正是攻打洛城的好时机。刘备，军师所言甚是，传令三军，即刻准备进发洛城。大军继续前行，庞统骑着他那匹白马走在队伍前头。忽然，白马脚下一滑，差点把他摔下马。庞统心里咯噔一下，觉得这不是神马好兆头，隐隐有些不安。他环顾四周，只见山路蜿蜒。庞统，这马怎么突然失蹄？心中好不安稳。前面是何地？士兵，军师，前面便是落凤坡了。刘备听说庞统的白马在落凤坡前受惊，心里也泛起了嘀咕。他想起之前与诸葛亮分离时的叮嘱，感觉军师似乎正身处险境。于是他赶紧派人去叫庞统回来，想让他换成自己的马匹。刘备，快去把军师叫回来，让他换我的马，我心甚忧。士兵，遵命，主公请稍安勿躁。但庞统是个非常固执的人，他觉得自己身为军师，必须走在前面以示表率，而且他认为这点小事不值得让主公担忧。他婉拒了刘备的好意，坚持要继续骑着白马走在队伍的最前方。庞统，主公爱护，统心领了，但为军师者，岂可位居不前？士兵，军师，主公实在担心您的安危。庞统继续前行，队伍来到一个山谷，这里两边都是茂密的树林，人烟稀少，正是伏击的好地方。没想到，就在他刚说完前面便是落凤坡的时候，一声锣响，无数箭矢从两侧林中如雨般射出。庞统，不好，有埋伏！敌军射杀白马者，重赏。庞统身中数箭，鲜血染红了白袍，从马上跌落。他挣扎着想说些什么，却已力竭。这位号称凤雏的奇才就这样陨落在落凤坡，一代军师的传奇在四川的土地上戛然而止，令人扼腕叹息。话说庞统领兵往前推进，一路上风光无限好。虽然诸葛亮之前提醒他要小心，庞统心里却总觉得有点不服气，想着自己也要立下大功，证明自己的才华不输给诸葛亮呢。庞统，西川之地，唾手可得。庞统，我庞统岂会输给孔明？没想到，当庞统来到一个地方，问了当地人地名，却得知这里叫落凤坡。这名字听起来也太不吉利了吧！庞统心里一惊，但也没太放在心上，觉得不过是个地名罢了。
庞统，此地为何名？村民。回将军，此乃落凤坡。其实，这落凤坡早已经危机四伏。张任将军早就探知了庞统的行军路线，在这个地方悄悄地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只等庞统的队伍一到，便要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。张任，庞统果真来了。张任，传我号令，弓箭手准备。只见庞统身穿刘备的战袍，骑着白马，走在队伍最前面。他自以为聪明，想用这个方法引诱敌人，没想到这反而成了敌人最好的目标。弓箭手们纷纷瞄准了他。士兵，将军，前方似有埋伏。庞统，无需多虑，随我冲锋。突然间，埋伏的敌军万箭齐发，箭如雨下。庞统还来不及反应，就已经身中数箭，从马上跌落。这位才华横溢的军师就这样悲剧地陨落在了落凤坡，真是让人惋惜呀。庞统，无命休矣。消息传回刘备那里，刘备一听到庞统战死的消息，简直是晴天霹雳。他痛心疾首，泪流满面，知道自己又失去了一位得力助手，这下子进攻西川的计划可就难办了。刘备，士远，你竟如此去了。刘备，无痛哉。远在荆州的诸葛亮得到庞统阵亡的急报，顿时感到心如刀绞。他知道庞统是为了大业而牺牲，更后悔当初没有更坚决地劝阻他。痛哭一场后，诸葛亮决定亲自出马。诸葛亮，士远，我当初为何不坚持劝你？诸葛亮，痛哉，痛哉。诸葛亮擦干眼泪，冷静下来。他知道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，必须立刻采取行动。他迅速调兵遣将，准备从荆州率军西进，去支援被困在西川的刘备，解决眼前的困境。诸葛亮，传我将令，速点兵马。诸葛亮，我必须亲自前往。在出发之前，诸葛亮特意找来了张飞和赵云，他细心地交代了两人行军路线和策略，让张飞从另一条路去攻打，务必要快马加鞭，与刘备会合，形成夹击之势。诸葛亮，翼德，子龙，此去重责。诸葛亮，务必与主公会师。话说张飞领命后，一路疾行，很快就来到了巴郡的地界。这里有一位名叫严颜的老将军镇守，他性格刚烈，誓死不降。张飞心想，这下可遇到硬骨头了。张飞，好你个严颜，竟敢不降！张飞，看我如何破你！严颜将军在城楼上看着张飞的部队，纹丝不动。他不仅不投降，还破口大骂，说张飞是个无名小卒。张飞气得哇哇大叫，但也没办法攻下这座坚固的城池。严颜，无名小卒，休想攻我巴郡！严颜，有本事你就进来！张飞尝试了几次进攻，但巴郡的城墙实在太高太坚固了，根本攻不进去。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在营帐里来回踱步，思考着该怎么对付这个倔强的老头子。张飞，这老匹夫竟如此难缠！张飞，戏煞我也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张飞想出了一条妙计。他决定假装撤退，每天早上故意带着少量兵马在城下叫骂，然后假装不敌，引诱严颜出来追击。他相信严颜一定会上当。张飞，我就不信这老头子不上钩。张飞，明天开始演一好戏。
严颜将军看到张飞连续几天都玩这套把戏，而且每次都跑得飞快，心里渐渐放松了警惕。他觉得张飞不过如此，是个草包。终于，他按耐不住，决定出城追击，给张飞一个教训。严，张飞小儿，不过如此。严，今日定要请他回城。严追着张飞来到了一处山谷，这山谷两边高山耸立，地势险要。只见张飞突然停下，一声号令，两边埋伏的蜀军一下子就冲了出来，将严的部队团团围住。张飞，严老贼，中计了吧？张飞还不束手就擒？严一看，知道自己中了张飞的计，想反抗也来不及了。很快，他就被张飞的士兵们团团围住，然后生擒活捉。这位誓死不降的老将军，终于落到了张飞的手里。严，我严岂会轻易投降？士兵，将军已被擒下。张飞看到严被押上来，气呼呼地冲上前去，指着严的鼻子大骂。他要严立刻投降，否则就要砍掉他的头。严却丝毫不惧，反而理直气壮地反驳张飞。张飞，老匹夫，为何不降？严，我乃悍将，岂能降你这等鼠辈？严被绑着，却依旧挺直了腰杆，大声说：“我只有断头将军，没有投降将军。”这句话掷地有声，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他的忠义之气，连粗鲁的张飞都感到敬佩。严，只有断头将军，没有投降将军。严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张飞听到严这番话，心头一震，他万没想到这个老头子居然这么有骨气。张飞当场改变了主意，他立刻亲自给严松绑，还向他行礼，把他当作贵宾一样对待。张飞，老将军真乃英雄也。张飞，吾敬佩万分，还请上座。严被张飞的真诚所感动，彻底放下了心防。他决定归顺刘备，还主动提出要为张飞开路，劝降沿途的守将。就这样，张飞不费吹灰之力，顺利地进入了益州。严，多谢将军，老夫愿降。严，我愿为将军开路，劝降诸将。话说，刘备大军进攻洛城，却遭遇了顽强抵抗，战事焦灼，军师庞统也牺牲了。大伙儿都愁眉苦脸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这时候，孔明终于赶到了前线，看到大家士气低落的样子，心里已经有了盘算，准备扭转战局。刘备，军师，如今战事不顺，士气低迷，该如何是好啊？孔明，主公莫忧，亮已定下妙计，定能破此僵局，拿下洛城。孔明一到军营，就开始仔细观察地形，研究敌军的布防。他心里很清楚，洛城守将张任是个勇猛又机警的将领，硬碰硬肯定不行。于是，他拿起地图，手指在上面轻点，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，一个诱敌深入的计谋就这样形成了。孔明，张任虽勇，却也性急，吾当设一计，引他深入险地，再一举擒之。却说洛城的守将张任，他可是益州有名的猛将，身手不凡，对刘备军队从来就没放在眼里。他常常站在城楼上，看着城外蜀军的动静，脸上带着一股子傲气。
他相信只要自己守好城池，刘备就休想踏进洛城一步。张任，刘备鼠辈想破我洛城，简直痴心妄想。我张任在此，谁也别想过。按照孔明的计策，老将黄忠和猛将魏延奉命去城下挑战。他们先是虚张声势，然后假装战败，一路后撤。张任果然上当了，看到刘备军队败退，立刻得意地带兵冲出城门，准备痛打落水狗。张任、黄忠、魏延，你们不过如此，今日便让你们见识我张任的厉害！追！张任一路追赶，进入了孔明预设的伏击圈。这时候，他看到刘备亲自带领的军队也在前方狼狈逃窜，于是更加兴奋了。他觉得这是个立大功的好机会，根本没想太多，只顾着向前猛追，完全没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。张任、刘备匹夫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将士们，给我追上去，活捉刘备！就在张任追到一个山谷深处时，周围的山林里突然响起了震天的鼓声和喊杀声。只见两边的树林里，无数的伏兵如潮水般涌出，弓箭手万箭齐发，巨石滚滚而下。张任大吃一惊，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埋伏。张任，不好，中计了！快，全军后撤，冲出去！张任虽然勇猛，但面对四面八方的伏兵，也开始力不从心。他奋力冲杀，试图突围，然而刘备军队的包围圈越缩越紧。最终，他寡不敌众，被生擒活捉了。曾经不可一世的猛将，此刻被绑得结结实实，动弹不得。张任，哼，要杀便杀，休想让我张任投降！孔明，张将军何必如此执拗？归顺主公，前程似锦啊！孔明亲自劝说张任投降，但他却义正言辞地拒绝了。张任宁愿一死，也不愿背叛自己的救主。看他如此忠义，孔明虽然惋惜，但也只能下令处斩。一代猛将就这样结束了他充满传奇的一生，令人不禁感叹。张任，我乃益州将士，岂能侍奉二主？速速动手，何须多言？张任一死，洛城很快就被刘备大军攻破了。这场胜利对于刘备来说意义重大，不仅为庞统报了仇，也重新振奋了士气，为下一步夺取益州打下了坚实基础。刘备看着攻下的城池，心中百感交集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刘备，此番多亏军师妙计，方能大获全胜。庞统军师在天之灵亦可安息了。却说另一边，西凉的马超因为父亲被曹操所杀，一直怀恨在心，辗转投靠了张鲁。他天生就是个战斗狂人，骁勇善战，威震一方。但张鲁对他并不信任，只让他闲置一旁。马超看着益州的地盘，心里又开始盘算着自己的雄图霸业。马超，大丈夫生于乱世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益州地广，正是我马超建功立业之处。张鲁的谋士杨博看到马超无所事事，便建议张鲁派马超去攻打益州的蓟城，也就是今天的甘肃。蓟城的太守叫韦康，是个文弱书生，听到马超大军压境的消息，立刻吓得手足无措，不知道如何应对。韦康，马超乃是猛虎，如何抵挡？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城中将士人心惶惶啊！马超果然不负众望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了蓟城。他一进城就展现了他残酷的一面，
直接杀死了太守韦康。城中百姓见他如此凶残，都感到心惊胆战。马超则意气风发，觉得自己又可以称霸一方了。马超不是食物者，死。从今以后，继承便归我马超所有。继承陷落后，韦康的部下杨阜表面上归顺了马超，但他心里却满是悲愤。他悄悄地为韦康收尸，然后回家祭奠。看着昔日同僚惨死，杨阜暗下决心，一定要为韦康报仇，把马超赶出凉州。杨阜，马超此等暴虐之人，怎能让他称霸？为太守的血绝不能白流。杨阜是个有谋略的人，他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对抗马超的，于是他开始秘密联络凉州各地的豪杰，包括姜旭、梁宽、赵渠、尹凤等人，向他们陈述马超的暴行。大家一听，都义愤填膺，决定一起推翻马超。杨阜，马超残暴不仁，天怒人怨，我等当团结一心，共讨国贼，还凉州太平。姜旭，杨将军所言极是，我姜旭愿与将军共谋大事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杨阜亲自秘密前往长安，向曹操的将领夏侯渊求援。他把凉州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夏侯渊，说明马超的残暴以及他们准备起义的计划。夏侯渊听了，也觉得事不宜迟，立刻答应出兵支援。杨阜，夏侯将军，马超残暴不仁，凉州百姓苦不堪言，还望将军速发援兵，共诛此贼。夏侯渊，杨将军忠义，我自当全力相助，定让马超无处可逃。等到夏侯渊的援军快要抵达蓟城的时候，杨阜和他的同盟者们果断行动了。他们趁着夜色发动了突袭，城内城外同时响起了喊杀声，蓟城瞬间陷入混乱。马超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竟然会在城内被自己人背叛。姜旭，众将士听令，杀死马超，为太守报仇。马超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被杨阜等人联合起来背叛。他手下的将士们也大多是外来人，对凉州地形不熟，加上夜间偷袭，很快就溃不成军。马超虽然勇猛，但在重重包围之下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部队被击溃。马超，可恶！杨阜小人，竟敢背叛于我！我要将尔等碎尸万段！在叛军和夏侯渊援军的双重夹击下，马超彻底失败了。他只带了很少几名亲信，狼狈地冲出了蓟城，仓皇逃窜。曾经不可一世的西凉猛虎，此刻如同丧家之犬，漫无目的地奔逃在荒野之中，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。马超，天要亡我马超乎？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马超走投无路，只好又去投奔张鲁。然而，张鲁的谋士杨博之前就看他不顺眼，加上这次惨败，更加不信任他了。杨博建议张鲁趁机杀了马超，永绝后患。马超察觉到张鲁对他的杀意，心灰意冷，知道此地也不可久留。杨博，主公，马超反复无常，今番败回，正是除去他的好机会，以免后患。马超，此处不容我。罢了，我马超岂是任人宰割之辈？经过这一连串的打击，曾经叱咤风云的马超，此刻已是孤身一人，无处可去。他听闻刘备宽厚待人，正在招募天下英才，于是走投无路之下，最终选择投奔刘备。至此，
这位猛将的命运又将翻开新的篇章。马超，刘备仁义，或可容我，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去投奔他了。话说刘备那边正攻打成都攻得起劲，却没想到汉中的张鲁在爱将张魏战死后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不知道该派谁去抵挡刘备的猛攻。他愁眉苦脸地坐在大殿里，真是伤透了脑筋。张鲁，哎，谁能帮我抵挡刘备呢？张鲁，这刘备攻势凌厉，我真是焦虑。只见谋士杨松见状，眼睛咕噜一转，立刻凑上前去出了个主意。他建议张鲁，那个勇猛无比的马超不是刚投奔过来吗？正好可以让他去对付刘备，说不定能以毒攻毒，扭转战局呢。杨松，主公，马超将军武艺高强。杨松，不如派他去对付刘备，以战止战。张鲁听了杨松的建议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心想这马超确实是个猛将。他为了激励马超，竟然承诺只要马超能拿下益州，就让他做汉中之主。这可是个天大的诱惑啊！张鲁，马超将军，若能成功，汉中就是你的。张鲁，务必为我立下这奇功。马超一听，也觉得这机会难得。虽然他在张鲁手下一直没什么大作为，但这回可是个扬名立万的好机会。于是他带着弟弟马岱，点齐兵马，浩浩荡荡地朝加盟关进发了。马超，此乃我马超展露雄风之时。马岱，兄长，我等定当奋勇杀敌。消息传到刘备那里，众人一听马超来了，都倒吸一口凉气。马超可是威震西凉的猛将啊！刘备也忍不住皱起了眉头，有些担忧地对大家说：“这下可麻烦了，马超可不是好惹的对手。”刘备，马超此人骁勇无敌，如何应对？简雍，主公，此事确需谨慎啊！就在大家愁眉不展的时候，只见诸葛亮扇子轻摇，脸上却挂着一抹神秘的微笑。他胸有成竹地对刘备说：“主公不必担心，他自有妙计，不仅能退敌，还能把马超这样的大将收为己用呢。”诸葛亮，主公勿忧，亮自有妙计。诸葛亮，此人可为我所用也。没想到诸葛亮话音刚落，就听到一个粗犷的声音响起：“军师何必多虑，看我老张飞去会会那马超。”只见张飞拍着胸脯，斗志昂扬，他早就想和马超这种级别的猛将过招了。张飞，军师莫慌，俺张飞去擒那匹夫。张飞，看我不把他打得落花流水。张飞请缨后，立刻点齐兵马，风风火火地赶到加盟关。远远望去，只见马超骑着一匹白马，银盔银甲，威风凛凛地站在阵前，真是气宇轩昂。两人终于在关前相遇，一场大战即将爆发。张飞，你就是马超，看枪！马超，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只听一声战鼓响，张飞和马超便冲了出去，兵器碰撞声不绝于耳。两人你来我往，枪来矛往，在阵前大战了100余回合，却依然难分胜负。围观的将士们看的是目瞪口呆，大呼过瘾。张飞，好你个马超，果然有两下子。马超，张飞，你也不赖，再来。天色渐晚，月亮高挂，两位猛将的战斗却没有停歇。他们点起火把，
继续在夜色中厮杀，火光映照着他们的脸庞，疲惫却依然坚毅。又斗了数十回合，仍旧不分伯仲，真是旷世奇战啊！张飞，嘿，天黑了也阻止不了我。马超，你这厮倒也耐打。眼看两人打得难分难舍，刘备这边的魏延忍不住了，他想趁机偷袭马超，没想到马超眼明手快，识破了魏延的计谋。魏延的偷袭非但没成功，反倒被马超一枪刺伤了手臂，只好狼狈逃回。魏延冲上前看暗箭，马超雕虫小技，滚开！魏延痛苦啊！好个马超！刘备见魏延受伤，立刻下令鸣金收兵。他可不希望自己的爱将受到损伤。其实他心里更觉得，像马超这样的猛将，如果能为自己所用，那该多好啊！于是他决定暂停战斗。刘备鸣金收兵，莫要伤了将士。刘备此等猛将，不应死于刀剑之下。刘备把诸葛亮请到帐中，商议如何劝降马超。诸葛亮笑着说，要请一位口才了得的谋士去说服他，摆事实，讲道理，再小以利害。他胸有成竹，仿佛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诸葛亮，主公，可派李辉前去说服马超。诸葛亮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他必将。于是诸葛亮派出了使者李辉潜入马超军中。李辉见到马超，巧妙地分析了张鲁的为人，指出他不会重用马超，而刘备才是真正的明主，能让他大展抱负。马超听的是若有所思。李辉，将军，张鲁鼠目寸光，岂是明主？李辉，刘皇叔仁义广布，定能助将军成就大业。马超其实早就对张鲁心怀不满，加上之前多次战败，心灰意冷。如今听了李辉一番话，再回想起与张飞的惊天一战，刘备的仁义胸襟，他心中茅塞顿开，觉得刘备才是他真正的归宿。马超，自语张鲁确实气量狭小。马超，刘备仁义，方为我马超效力之主。马超下定决心，毅然离开了张鲁。他率领自己的兵马，转而攻打成都，替刘备开路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让成都守军吓得魂飞魄散。他们没想到马超竟然会反戈一击。马超，将士们，随我攻打成都。城中守将，什么？马超反了？益州牧刘璋见马超势如破竹，城内人心惶惶，知道大势已去，再也无力抵抗。为了避免百姓遭受涂炭，他最终决定打开城门，向刘备投降，结束了益州长期的战乱。刘璋，大势已去，开城投降吧。刘璋，莫要再让百姓受苦了。刘备仁义之名远扬，终于兵不血刃地进入了成都城。城中百姓夹道欢迎，欢声雷动。刘备骑着马缓缓而过，看着两旁的百姓，心中百感交集，感慨万分。他终于得到了益州。百姓，刘皇叔万岁！刘备，微笑，百姓安好，吾心甚慰。进入成都后，刘备召集群臣，举行了盛大的仪式，正式自领益州牧。这代表他正式成为益州之主，拥有了一块稳固的根据地。文武百官纷纷祝贺，场面庄严而隆重。众臣恭贺主公自领益州牧。刘备，诸位爱卿，吾等当励精图治。刘备正式成为益州牧后，
论功行赏，任命了各级官员，将益州治理得井井有条。这不仅让他声威大振，也为之后的三国鼎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开创了属于他的新篇章。刘备诸将有功，皆当受赏。法正主公英明，益州大治可期。